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夫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一起来学塔罗找幸福。今天来分析一下抽到贤者这张牌所呈现出来的牌意。首先呢，是抽到这张牌的整体分析，我觉得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整体的状况，就是呢，万事俱备，也不缺东风。那建议就是 just do it。如果说呢，愚人是靠着热情和勇气萌生出的动力和想法，那贤者就是经过理性和经验而产生出的明确的计划和应对方式。对于现况没有太大的风险，就算有也是已知可应对的。要注意的2个点呢，是要快，要有效率的推展到下一个阶段，还有不要固执己见。来自所进行的这个领域较有智慧的建言是可以参考的，像是来自公司里聪明的前辈，或是你想追的女生她的朋友的意见，都是可以参考的。通常在这个阶段，事情就会自然，就会蛮顺利的，你也会清楚哪些建议是有用的。那万一有遇到事与愿违的地方呢，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会很清楚知道什么是可割舍可让步的，因为是可控的，所以也会很清楚这时候的让步呢，反而会让你离目标更进一步。我想或多或少大家都有经历过这种状况，表面上让他觉得赚到了，占你便宜了，但实际上这个局面才是你的理想状况。这时让别人占一点便宜，仔细想想，可能真的超便宜的。其实呢，这张牌有着控制的意思，但谁控制谁就要看牌阵的位置了。这里的控制并没有强制性的感觉，而是透过言语或者利益，让对方照着你的计划进行。就像那个说好不谈第8集的传奇美剧《权力的游戏》里面的小恶魔提利昂一样。而关于爱情的话呢，在牌阵中的位置很重要。如果是在关系和互动的位置抽到了这张牌，其实蛮 OK 的，代表理性上双方都有共识和行动力。那还没在一起的话呢，都已经规划好交往1周年后要去哪里玩了。那已经在一起的呢，也都想好要生几个了，要上哪个学校，计划是明确而且有效率的。唯一比较需要加强的部分呢，是情感的方面弱了一点，沟通呢可能会过于理性和表面。如果2位呢都在加强一点浪漫的部分，会对这份感情加分不少。但如果出现其他像隐者、恶魔或者圣杯3这种象征不忠的牌出现，那就要小心可能会有点欺瞒或出轨的状况。贤者不会故意说谎，他也不会故意诚实，他只会说出呢对自己最有利的语言。他说的是真理没错，但是是他宇宙里的真理，不一定是你的。那大家记住一件事情，最好的谎言呢就是沉默，第2好的谎言呢就是大部分都是真的。那在对付像贤者这种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必须要一直放在心里的原则啦。若是出现在代表人物的位置上呢，那就要注意一下了。这个对象的事业和能力应该是蛮厉害的，有的资源可能不会很多，但是它是充裕的。这里的资源指的不是指钱财，比较像是专业能力、人脉或者是社会地位之类的。那好的方面呢，他呢会是一个贴心的伴侣，很知道你想要什么，也可能对你们的未来提出想法和计划，会让人觉得服服帖帖。那不好的方面呢，他也可能会透过这个需求来控制你。对贤者来讲，伴侣他也是计划的一部分，那也是一个他想要控制的棋子，所以当对方如果失控的话，他可能会有一点不能接受。失控是指说没有办法照他的计划去走，比如说他今天要上线去打工会战你就在那边一直说你要去看电影、看首映，那他没办法满足他的控制欲的时候，那你这时候可能就要考虑要装乖，还是说想办法去抵抗。那我会觉得就是抵抗通常还是会造成反效果啦，对贤者这个人的个性来讲。那关于就是第3者的部分比较注意了。简单来讲呢，如果贤者他对你忠心是好的，那不用过于担心。但如果他跟多个人暧昧，那他可以得到比较更多的话呢，他也会尽量。重点是他很会说话，所以被抓包的几率是蛮小的。就算被抓包，他也是说的理直气壮。你被他说完，你会检讨说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？
好，那关于事业的部分呢，除非是出现在竞争对手的位置上，那这张牌呢，不管出现在哪里都是蛮不错的。整体来说，因为是1号牌，代表的是开创，所以对于创业和升职或换跑道来讲，都是很不错的开始，代表天时地利人和都处于不错的状态。需要提醒的是呢，有些资源或能利用的人事物，能用就尽量去用，都会得到不错的协助。现在时机正好，那我们就一个接着一个的搞定，要保持一个比较快的节奏。如果是出现在解决方案的位置的话呢，就是提醒你该用的人事物都可以去运用，可以寻求智者或前辈的建议，或是动用存款或人脉，不用害怕，迅速的去解决问题，很快就会迎刃而解，整个过程会十分顺利。然后过程中别忘了，和愚者牌相比，抽到贤者牌会比较鼓励积极的作为。愚者呢，反而是要先思考再来行动，而且最好要有所保留。看到他这钱袋了最好是要再稍微保留一点点。当然呢，贤者在整个过程中呢，多少你还是要发挥他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的本领。那出现在人物的位置上呢，这个人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，虽然不是一个呼风唤雨的角色，但是一个总能解决问题或者委托他人解决问题的人。以公司来讲呢，就像是能力不错、人缘好的主管，很可能是部长接班人的那种人。所以呢，这张牌如果出现在竞争对手的位置上，就会变得很麻烦，会是一场硬战，而且还会有种间谍战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特别的谨言慎行，或者是倍加努力了。接着是关于财运的部分，之前就说过了他不是在一个十分富裕的状态，毕竟他连衣服都没有。好，其实是因为这张牌呢，在土元素的部分其实是蛮少，但它显化的部分呢，其实只有比较集中在这个最底下的这里，才有一些比较显化的感觉。但从他的神情和自信值来看他其实是没有很在意，那这方面呢，也不会匮乏到没有安全感的地步。那现在最重要的呢，是智慧和行动力。举个例来说呢，就像是一个他可能还有贷款要还，但不会让生活感到不安全或者不舒服，而且还把生财的工具和智慧都准备好的创业青年。贤者的财富呢，不是他现在的资产，而是他的智慧和对于未来的展望。可以想成呢，愚人就像是在车库里想着该怎么赚钱的贾博士，那贤者就是公司地址也选好了啦，然后钱也借好了，然后已经准备要开始要卖电脑的那个贾博士好，以上就是抽到这张牌的各种情境。好，最后跟大家闲聊一下，其实抽到哪张牌呢，其实没有好跟坏的观念，出现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猪的有可能是队友，也有可能是对手那这个差很多。在解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像是跟被占者一起编一场舞台剧，或者写一本小说，谁在哪里出现了，他是怎样的角色，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，磨出什么样的火花，透过和被占者的互动推论，而将可能的剧本和能做的选项我们去分析出来。感谢大家这么有耐心的看到这里，既然都看完了不如就点个赞，留个言再走吧，因为频道才刚起步，你的无动于衷都对我的影片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也祝福点赞留言的各位帅哥美女，大家通通幸福快乐，通通赚大钱。